在《咒术回战》这个主角团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动漫里，居然还有一个角色始终坚持贯彻自己的原则。见人就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但是99，你怎么敢假定脑花喜欢的是女人呢？99为了争取时间，假装不知道面前这个夏油杰已经被咒灵占据了身体，还和他重新聊起了多年前他们曾经聊过的一个话题：如何让咒灵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人类都会迈向更高的阶段。而他认为人类的下一阶段是从咒力中脱离，就像腹黑圣儿那样。脑花却说应该是让咒力最佳化，为此天运的结界不可或缺。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全世界只有日本才有这么多咒灵和术士。如果真像脑花说的那样，那么咒力这种能源几乎会由日本独占，到时候日本将被如何针对可想而知。在某些人看来，咒术师简直是活生生的能源，这跟99理想中的世界截然不同。脑花表示关我屁事，他追求的又不是没有咒灵的世界，不管是非术师、术师还是咒灵，这些都只是人类这种咒力形成体的可能性。他想看看人类的可能性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，或者说是否有自己创造人类的可能性。甚至脑花已经尝试过了，最后的产物就是9象毒，最终是受限于他自身的可能性，而他想创造的是能不受他掌控的混沌。在聊天期间，脑花已经将真人的术士抽出完毕了。原来他刚刚在这儿跟99废话，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。99察觉不对，立刻问虎杖真人去哪儿了。得知真人被脑花给吞了，瞬间慌了起来。就见脑花将手撑在地上，使出了真人的术士无为转变，空中顿时浮现出咒印。99认出这是术士的远距离发动。他问脑花究竟想干什么，脑花就先感激了一下虎杖。因为用咒灵操术吸收咒灵后，其术士的精密度就不会再提升。好在真人临死前在和虎杖的战斗中获得了进步。其实他本来想露胡的，可惜不敢从素挪底下把人抢走，而他刚刚是远距离对他曾经做过标记的2种非术士使用了无为转变。与此同时，在某个医院里，福一会那昏迷许久的姐姐金美姬的额头上突然浮现出了相同的咒印，很明显他也是被脑花标记过的人之一。2种非士分别是像虎杖那种吃下咒物的人，以及像基野顺平那种空有术士大脑构造却是非术士的人。脑花将他们的大脑全都调整成了术士的形状，那些受他影响昏迷不醒的人也会将陆续醒来。而他做这一切目的只是为了开启一场游戏，这场游戏名为死灭回游，就是让这些人或者苏醒的咒物进行互相残杀。现在脑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准备，只等游戏正式开场。99越听火越大，叫上虎杖跟自己一起揍这个人，但是虎杖还被冻着呢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他们身上的冰就全碎了。原来杖线的血有毒，尽管李梅用反转术士治好了手上的伤口，但却没法解毒。看到那些人纷纷恢复了自由，脑花不以为意，继续说自己那个有趣的游戏。当然那些人吞起的咒物都是他从1000年前就开始一个个立下契约的术士们的残骸。换句话说，脑花筹谋这个计划已经1000年之久。当然和他立下契约的不仅是术士，有咒灵。不过当他得到这副躯体的时候，那些契约就已经失效了。说完后，无数咒灵从地底钻了出来。而在黑暗中，脑花拿着玉门浆对虎杖说了句再见。不过他真正想要隔空喊话的是素挪，丢下一句要开始了，咒术全盛期，平安盛世即将在临，东京就此沦为人间地狱。这座城市发生的异状自然为世界所知。现在其他各地的争相报道东京的新闻，除了突然出现的怪物以外，各个官员长官包括总理代理全员安危不明。其中一些知道咒灵和咒术师存在的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如果不及时制止，之后各地都会出现大量咒灵。而现在这个时候，多数术士都在东京市内，他们根本腾不出人手去解决，但只有告诉人们咒灵只会出现在东京，然后把普通人散发出来的咒力引到东京。结果没等他们做出行动，东京市内的异常现象就进一步扩张了。因为脑花放出的咒灵实在太多，他们开始肆意杀人和破坏建筑，正在直播的记者都能突然消失，电视台不得不中断直播并插播了一段广告。正一边干活一边看电视的母女有些不解，下一秒房子里就冲进了一只咒灵。与此同时，市内一家超市里，一个小女孩正在找东西吃，突然察觉到门外似乎有什么动静，就听见一个空灵的声音告诉她快过来，这里很危险。说着，那个人影还向他招了招手，邀请他进去洗个热水澡。小女孩离得远看不清，并不知道那个人影其实是一只人形咒灵，他正在暗中窥探。小女孩就问：那妈妈呢？咒灵就回答：妈妈和爸爸、姐姐和弟弟还有老师也在。
没想到人家小姑娘没有弟弟，周玲便不打算装了。小女孩见她声音不对劲儿，还想让拿水过来看一下。刚踏过去，旁边就有一只咒灵张开深渊巨口，但下一秒，咒灵就被从天而降的谷子哥一剑捅死。乙骨是咒术高专2年级学生，也是咒术界4大特级术师的第4位。关于他的故事，大家可以去看《咒术回战》剧场版。杀完咒灵的谷子哥露出了和善的笑容，问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去哪儿了。女孩回答不知道。乙骨注意到她身上脏兮兮的，再加上附近都是商业大楼，她应该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，就称赞小女孩真了不起。而刚刚那只咒灵居然没死透，在她身后又张开了大嘴，乙骨连头都没回，咒灵就直接消失了。他还贴心的挡住小女孩的视线，让她不要看，然后向旁边说了一句不可有李湘做过头了。可是李湘不是在乙骨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成佛了吗？果然能当咒术师的都是疯批。另一边，99将虎杖他们带去了安全的地方，他的意思是先静观其变，反正他也不是高专的人，只是一个希望全世界咒灵都消失的普通美女罢了。所以接下来他打算探望一下天元。而乙骨是事发之后被高层那群烂橘子从非洲叫回来的。在五条悟的教导下，乙骨当然知道这些烂橘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他居然愿意听烂橘子的命令去处刑虎杖。理由是在涩谷的时候，虎杖砍断了狗卷的手臂。乙骨最在意的就是老师同学，这个从没见过的学弟竟然胆敢伤害他真实的同级生，所以他向高层保证，我一定会杀了虎杖悠仁。之后咒术总监发布通知，第一，下游界依然存活，并针对当事人再次宣告死刑。第二，将五条悟列为涉谷事变共同正犯，永久驱逐咒术界，解开其封印的行为同属犯罪。第三，叶娥正唆使五条悟与下游界引发涩谷事变，故判死刑。第四，取消虎杖悠仁的死刑缓刑，立即执行死刑。第五，任命特级术士乙骨忧太担任虎杖悠仁的死刑执行员。咒术回战第2季堂堂完结。